Stack Overflow 是一个问答网站，它允许使用者提出问题或回答问题。使用者可以透过提出问题或是回答问题来累积声望和积分。Stack Overflow 也会根据使用者的贡献颁发勋章。也因为这样的管理机制，让许多技术人员乐于回答问题，展现他们的专业和热情。所以一般来说，软体开发人员碰到棘手的问题时，常会在 Stack Overflow 上寻求解答。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当你遇到问题 ，Google 一下，然后 Stack Overflow。Stack Overflow 每年会做一次开发人员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含了开发人员角色背景、使用的技术和工作薪资等问题。最后制作成报表，提供给所有人阅览。我注意到这份调查报告之后，发现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数据结果。它展现不同面向的观察，提供我们不同的观点思考。所以我建议想要学习程式语言的初学者，或是工作多年的资深工程师，都可以进入到这个网站，观赏这份有趣的调查报告。我会将网址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当中。我想报告内容一定会带给你一些有趣的观点。今年有超过8万名软体开发人员参加了这次问卷调查，分享了他们在软体开发过程中的工具和整体趋势的回馈。虽然参与问卷调查的国家高达181个，但开发人员主要集中在这10个国家当中。美国就占了 18%， 其次是印度的 12%， 然后是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所以这份问卷调查参与者的国家大都来自于欧美国家。台湾只有302人参与这份问卷调查，所以等一下的薪资水准报表中是以美国、印度、德国这些国家的薪资水准为主。即便如此，这份报表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可以客观地了解到，不同的开发人员角色在相对比较上会有不同的薪资水准。我们可以透过这份报表看看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和未来可以发展的方向。这份报告使用程式语言开发的年资大概落在1到4年之间，占了 31%， 其次是5到9年，占了 27%， 所以1到9年的开发经验大概就占了 58%。 这份问卷也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写的第一行程式码是在几岁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是在11到17岁之间，我大概也是在这个年龄区间开始写程式的。比较有趣的是，居然有 1% 的人是在不到5岁的时候写下第一行程式码。我5岁的时候大概只会堆沙吧，写程式对当时的我来说实在太遥远了。不知道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写下第一行程式码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一下。这张图表是所有开发人员的角色分类，大致上可以分成这几种类型。受访者可以用多选的方式选择自己目前的工作角色。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集中在前3名的角色，依序是前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和前端工程师，其次是桌机或企业软体的开发工程师。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市场的需求和技术大部分集中在这前3名的类型当中。后端工程师使用的程式语言会像是 Java、Python 这类的程式语言，然后串接资料库，用 SQL 语法新增、修改和删除资料，最后将开发好的程式部署在 server 上。所以这类的工程师大都需要了解一些 Linux 的操作指令和串接资料库的技能，而前端工程师则是需要透过 HTML、CSS 和 JavaScript 技术制作出精美的网页，让使用者可以有一个舒适的使用者体验。如果工程师能够用后端程式语言开发后台系统，并且能够用前端技术制作出界面，将资料呈现给使用者或操作和分析资料，那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全端工程师。但这个界限并没有那么明确，所以这是由受访者对自己角色做分类。在工程师的技能发展过程中，朝向全端工程师或是拥有更多技能的工程师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常会需要从已经学会的技能向外延伸学习还不熟悉的领域。不管是在工作需要或是自身的学习热情驱使，朝向多样性的技能发展是进入这个行业后必然的结果。唯一会限制我们技能发展和工作领域的，只有我们自己。
在知道开发人员的角色类型之后，我们就可以来深入了解这些不同类型的工程师薪资水准大概在哪里。这张图表上的圆点就是代表一个类型，圆点的颜色则是表示这类型的人数多寡。红色是超过2万人的受访者，蓝色则是5000位以下的受访者。图表的 X 轴是平均工作年资， Y 轴则是税前的薪资酬劳，包含了奖金的部分。我们刚才看到最多人的全端工程师就是在这个位置，薪资平均在$58,000左右。如同我刚才前面说的，这份问卷的主要对象大都是在欧美国家，但我们可以借由图表的相对位置，大致了解不同类型的开发人员薪资与年资相对的关系。我们接下来看人数排名第2多的是后端工程师，因为它和全端工程师的年资和薪资都非常的接近，年资相距不到半年，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年资和薪资看作是相同的。但我们看一下人数排名第3的前端工程师，薪资水准会比后端工程师和全端工程师来得低。和前端工程师相似的是设计师，但年资12年左右的设计师，薪资水准大约也和前端工程师差不多。而设计师的高年资、低薪资有特别被 Stack Overflow 报告提出来。因为我不是设计师，所以我很难对这样的薪资水准有所评论。但如果你是设计师，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年资同样在9到10年区间的类别，除了刚才提到的人数最多的前3项，薪资水准最高的就是资料工程师，旁边还有一个资料科学家和机器学习专家。这类专业的资料分析人员在相同年资情况下，能够取得较高的薪资。除了业界重视资料分析的技术以外，这类开发人员也需要有较为广泛的知识和技能。他们需要懂得使用 Python 程式语言或 R 程式语言来分析资料、建置模型，并且能将程式部署在机器学习的云端伺服器上，类似 AWS 所提供的云端服务。最后还需要找出有用的资讯，设计成资料视觉化图表，提供给使用者理解和操作。这还不包括优化演算法和数学等技能的情况下的讨论。所以资料分析工程师所需要的技能数会比一般软体系统开发人员要来得更丰富许多。而近年来相关领域成长速度飞快，工程师学习速度也要跟上才行。所以这类的资料分析工程师薪资高于相同年资的其他工程师也是蛮合理的。如果你已经是后端工程师，对资料分析有兴趣的朋友，建议可以朝这个方向发展。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技术人员，进入这个领域会更容易一些，技能树的关联性会高一点。我们刚才讨论的年资大约都是落在10年左右或以下。我们往右边移动到平均年资12年左右的类型。这里有3个类型的角色是组成企业 IT 部门的重要工程师，分别是资料库管理员、系统管理员和企业系统开发人员。其中企业系统开发人员的薪资会比前面2个管理员的薪资来得高一点，但大致上来看都和刚才提到的全端工程师和后端工程师差不多。也就是说，这几种类型的工程师薪资差不多就是市场的一般水准，差别在于企业 IT 部门年资较高，因为企业内部比较稳定，不管是环境或是系统都是。如果能够成立具有100人以上的 IT 部门，公司规模一般来说都不小，所以企业内部的开发人员流动率也比较低，自然而然平均年资也会比较高一些。前面我有提到 Stack Overflow 从2015年开始就每年做这份问卷，这张图是去年2020年的薪资图。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全端工程师、后端工程师和前端工程师在图表上的相对位置是差不多的。我们再看前年2019年的图表，也是差不多的相对位置。资料分析师也都是有较高的薪资水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这几年工程师类型的薪资结构是差不多的。影响你工资天花板高度的是你工作的内容，你带给公司价值的多寡。举个例子，2位工程师一样都是用 Python 程式语言，但有人工作是在分析库存
和销售资料，进而预测下一季进货的数量，节省公司的成本。有的人是在写后台程式，维护使用者进销存系统，加一点功能或调整一下资料库栏位，但薪资水准就会有一些差异。不管哪一种工作类型，都需要程式语言的基础作为工具。这张图表是这83000位受访者所选出来的热门程式语言排名，包括了受访者目前在工作使用的程式语言和受访者想要使用的程式语言。第一名和第二名是 JavaScript 和 HTML、CSS。这3个技能是前端的技术，也就是全端工程师和前端工程师都会使用的技能。后面的排名都属于后端的程式语言。第3名的 Python 刚才有提过，除了可以开发后台系统以外，在资料分析、机器学习领域也都是首选的程式语言。它简单易学，初学者很容易上手，在热门排行榜上排名第3名。SQL 是用在查询和管理资料库的程式语言，用来搜寻资料和新增、修改、删除资料库里的资料。一般来说 ，SQL 是后端工程师必备的技能，因为我们开发系统，像是内容管理系统、人事管理系统，都需要将资料存在资料库里面。我们不可能只提供一个有商业逻辑和漂亮界面，但无法储存资料的系统，更别说是资料分析相关的工作了。所以 SQL 这个程式语言是后端工程师必备的技能之一。Java 也是后端工程师常用的一种程式语言，适合用在开发大型的软体专案。目前企业的内部软体，像是 ERP 系统，大都使用 Java 程式语言开发和维护。它有点像是一位可靠的老朋友，看起来没有那么潮，但是当我们要开发大型的专案项目时，还是会选择这位坚实可靠的老朋友作为首选。Java 和 JavaScript 不一样，它们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名字中间都有 Java， 所以很容易让人搞混。Java 是后端程式语言，无法在浏览器上执行，而 JavaScript 是浏览器上执行的程式语言，过去是无法在后端 server 上运作的。但是有了 Node.js 出现后， JavaScript 程式码也可以在后端 server 上执行了。Node.js 就是一个能执行 JavaScript 的环境，它提供了和 Chrome 浏览器一样的 V8 引擎，负责解析和执行 JavaScript， 让原本只能在浏览器上运作的程式语言，也能和 Python、Java 这些后端程式语言一样，在后台 server 上运作。Node.js 的出现大大的帮助到熟悉 JavaScript 的前端工程师，因为他们只要学习一种程式语言，就能够在前端和后端两边开发系统。虽然 JavaScript 的优点很多，但缺点也不少，尤其是它的弱型别常会造成开发人员的困扰。程式码在型别的使用转换时容易发生错误，而 TypeScript 的出现就是为了让 JavaScript 能够变得更好。它弥补了 JavaScript 弱型别的缺点，改为强型别，避免在类别的转换上发生问题。而 TypeScript 是由 Microsoft 所维护，这让开发人员更有信心的使用它。这代表它会持续的 update 处理 bug。我到目前介绍的前7名程式语言，如果你能具备前面5项技能的基础，你就能够独立开发出大部分常见的软体系统，也能够应征到不错的工作。如果你想要进入这一行，但没有任何基础，你可以先从其中一项技能开始学起，然后再慢慢扩展延伸到其他领域。像是你可以先从较简单的 Python 开始，或是企业公司常用的 Java 学起，再延伸到资料库的技术，学会完整的后端技术。在这里供上一下我的课程，我分别有开设 Python 程式语言、Java 程式语言和资料库设计以及资料分析的线上入门课程。如果对这方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影片下方资讯栏的连结，或者浏览我的课程网页，领取免费课程和电子书。程式语言的技术有很多，除了这个排行榜上看到的，还有很多基于程式语言开发出来的 framework 和套件要学习。所以 Stack Overflow 在去年的问卷上问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问受访者多久学习一次新的程式语言或 framework。每隔几个月就学一次新技术的人大约有 37%，
1年一次的也有 36%， 所以在1年左右就学习像新技术的人大约有将近 75%， 这是一个蛮高的比例。我们也可以说，在学习 IT 技术的道路上没有终点，只能不断的学习。对于我来说，学习新技术是一项很有趣的事。在业界，我也常看到许多优秀的工程师在热情中不断学习，不是为了客户，也不是为了公司，而是单纯享受在学习中的快乐。但是这么多程式语言和 framework， 我们该怎么学习？这份问卷问了这8万多位受访者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透过这个问卷结果来看看其他开发人员是如何学习程式语言。首先，最多人选择的方法就是线上资源，像是你现在看的 YouTube 或是部落格教学文章，这类资源大部分都是免费的，而且搜寻容易，是最快速方便的学习方式。但缺点就是资讯量很大，内容参差不齐，需要使用者自行过滤出有用的资讯。第二种方式是透过学校有系统的授课，学习相关科系的基础知识，这也是一般本科生常见的学习管道。其次是书籍或是存在实体的多媒体档案，也就是光碟片。我们买程式语言的书都会附一张光碟片，里面有范例程式或简短的教学示范，大概就是这一类的书籍。以上这几种都是我们常见的学习方式，就算是在10年前也都是这样学习。但第4种线上课程是在近几年慢慢兴起的一种方式，它整合了学校系统化教学的优点，也弥补了书籍无法与讲师互动的缺点，帮学生整合有用的资源，补充业界常用的技术，这才是线上课程最大的优势。我们将刚才学习方式加入年龄来分析，每一条横列代表了不同的年龄层，从最上层18岁以下到最下层65岁以上，然后在每一个年龄中都有不同的颜色的区块，来表示不同的学习方式。我们先从人数最多的25到34岁来看，蓝色的线上资源和紫色的学校课程大约是 20%， 其次是粉紫色的 16% 的书籍和橘色 10% 的线上课程，比例相近。所以现在透过线上课程学习的人和看书学习的人是差不多的。在学习方式有显著不同的是，蓝色区块使用线上资源的比例越年轻占比就越高，而橘色的线上课程也随着年龄越低占比就越来越高。从18岁到24岁开始，使用线上课程学习的占比 16%， 已经超过了书籍的 13%。近年来，线上课程平台的普及和线上课程品质的提升，我们学习程式语言的方式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要进入学校学习或是购买书籍划重点。线上课程有系统性的授课方式，自由的上课时间和地点会是自学程式语言更好的选择。Stack Overflow 针对开发人员进行的问卷调查，对于我们来说有很多的启发。想要开始学习程式语言的小白，可以透过热门程式语言排名以及薪资水准分布图来评估自己可以从哪一个程式语言开始，并且未来可以朝哪一种开发人员角色发展，这影响了你对未来的时间投资成本。对于已经在业界工作的资深开发人员来说，你也可以了解和你技能相近的开发人员薪资水准大概在什么相对位置，也可以决定是否增加自己的技能树，转换跑道。这份报告从2015年就开始调查， Stack Overflow 团队也不断求新求变。在2015年的图表看起来非常精简，开发人员的角色很少，定义也不明确。2019年将薪资、开发人员类型和年资的关系图做成了精美的图表，用泡泡的大小表示受访者的人数，但图表太过拥挤，还需要加上直线标记这个泡泡指的是哪一个类型。2021年，他们将受访者的数量改为颜色区分，并且用暗色主题的背景，让图表看起来更为简洁清楚。我们透过 Stack Overflow 不断优化图表的过程，学习如何设计一个好的资料视觉化图表。他们遇到的问题也会是我们会遇到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案也提供给我们许多很好的解法和启发。影片最后，我建议看完这段影片的朋友可以到这个网页看看，里面还有很多丰富的资讯，像是这张图是询问受访者
你目前开发时在用的程式语言，以及你明年想要使用的程式语言关系图。透过这张图，你可以找找看哪一个程式语言的忠诚度最高。如果想要换程式语言，他们最想用的是什么？我将网址连结放在资讯栏当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花一点时间研究看看。这段影片是希望能节省你的时间，快速的整理出报表中的部分内容，其中也加上我一些自身的经验。如果影片对你有帮助和启发，也给我一点留言支持和鼓励，谢谢。